我有一个做房地产投资的朋友，很年轻，事业很成功，但是最近呢，出现了严重的焦虑和惊恐发作。我仔细了解了一下，我发现呢，关键的问题是他的生活习惯完全破坏了他的睡眠。睡眠对我们健康来讲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我们人一般来讲1/3的时间是在睡觉，说明呢，睡眠对我们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我们这个朋友都有哪些生活习惯影响了他的睡眠，最后导致他出现了严重的焦虑和惊恐发作呢？我们来一项一项的分析，看看大家有没有类似的问题。首先呢，他每天喝很多的咖啡因为他的工作呢强度很大很紧张，要求他始终保持一种警觉的和兴奋的状态，他就逐渐养成了喝很多咖啡的习惯。咖啡因呢有3个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它阻滞了我们身体里面让我们放松的一种神经递质，叫腺苷。它把它阻滞了呢，人就不能放松就处在一个比较长期兴奋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让我们觉得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但是呢，长此以往呢，我们的受体会减少，会变得不敏感，最后人呢就会疲劳。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它刺激我们肾上腺素分泌肾上腺素分泌的时候，人处在一种战斗或者逃跑的状态也就是交感神经很兴奋，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精力、动力等等。但长此以往呢，就会出现肾上腺疲劳。第3个事情呢，咖啡因呢造成我们的脑血管收缩。那么脑血管收缩，这个大脑的供血呢就会有问题它就掩盖了因为其他的因素呢造成我们脑血管供血不足的问题。但时间久了以后，我认为它是对我们的大脑还是有影响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研究发现呢，喝咖啡因久了以后，大脑的结构都会发生改变。那么你如果突然不喝了以后，那个血管就会报复性的扩张造成了血管性头疼。那个头疼呢也是可以很厉害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大家不太了解的一个因素，就是咖啡因它可以抑制我们大脑产生褪黑素这个褪黑素呢是保证我们身体有24小时这样一个节律的。到了晚上以后呢，这个身体就开始分泌褪黑素。褪黑素呢促进我们睡眠，第二天天亮以后身体的褪黑素呢就会消失人就处在一个警觉和觉醒的状态。那么如果喝咖啡的话，那么咖啡呢会抑制大脑产生褪黑素。换句话说，到了晚上关了灯以后，大脑应该产生褪黑素，让你去休息和睡眠但是你的大脑呢，因为咖啡因的原因不能产生足够的褪黑素，这样你的睡眠质量就大大下降。很多朋友说呀，我是早晨喝咖啡我中午以后就不喝了，为什么还会有睡眠的问题呢？其实呢，咖啡因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半衰期5到6个小时换句话说，你喝咖啡5-6个小时以后呢，身体里面还有50%的咖啡因，10个小时以后它还有25%的咖啡因。可见呢，你即便是中午以后不喝咖啡了，你早晨喝很多的话，在你的身体和大脑里面的咖啡因的含量还是不低的所以咖啡这个东西少喝有益，多喝有害。那么同时呢，一定要在早上10点钟左右把你想喝的咖啡喝完，但不要过量。这就是我给我这个朋友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把喝咖啡的时间集中在上午10点左右。另外呢，把喝咖啡的量呢控制在2到3杯之间。我们这位朋友呢还养成了另外一个习惯，就是因为他晚上不太容易放松他还听说这个红葡萄酒对身体有好处他就喝这个酒。这红葡萄酒对身体的好处来自于一个说法，就是红葡萄酒里面有白藜芦醇。白藜芦醇呢在动物研究中发现呢可能有抗衰老的作用。但是红酒里面含有的白藜芦醇的量并不大，但酒精的含量和糖的含量则不低。我们这个朋友他喝酒就是为了能够睡觉的确酒精刚开始的时候对大脑有一个
镇静的作用，因为它刺激了我们大脑里面的 GABA 氨基丁酸啊。我们以前的视频讲过这个神经递质，这 GABA 被刺激以后呢，身体就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但是呢，当它刚开始的这个镇静作用消失以后呢，它的其他问题就出来了。那么酒精对睡眠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第一个，它就改变了我们睡眠的结构我们睡眠里面有一段叫做快速眼动睡眠，在这个过程中这身体处在一个修复和恢复的状态。那么你如果减少了它的快速眼动睡眠呢，那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第二个呢，它会增加身体产生尿量，让你起夜的次数增加，也会破坏你的睡眠质量。第三个呢，就是它造成我们血糖水平不稳定和体温调节的问题，这些呢也会影响睡眠的质量所以晚上喝酒对睡眠是绝对是有害无益的。我们这个朋友这两个习惯已经够坏的了，结果呢，我们这个朋友还有第三个习惯就是白天呢抽烟过去是抽香烟，现在抽这个电子烟。这个电子烟和香烟它的共同点就在于它含有尼古丁。这个尼古丁对我们大脑神经递质的影响非常复杂它能刺激肾上腺素，刺激多巴胺这样的话我们产生一种愉悦和提神的作用，也会让人产生一些短暂的愉快的感受。这就是为什么尼古丁它的成瘾性非常强，就是因为呢它有这些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呢，到了晚上的话，那么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睡眠的质量。所以对我们这个朋友来讲要改掉这些生活习惯呢，也是不容易的。他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来应付呢他生活和工作中的压力。所以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现在是在用命换钱，年纪稍微大以后呢就开始要用钱来换命了，这是很不值得的。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影响睡眠的3个最有害的因素。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会影响睡眠呢？我们在下一个视频呢继续跟大家探讨。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们的频道，点击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以后的视频。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